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所有人会关心。好，那你不管川普现在变与不变，然后未来关税到底会怎么样，但这一定会是未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重点，因为还没有完全敲定，包括谈判的内容啦，包括到底半导体课不课税啦，很多的这些，所以你看到股市浮浮沉沉，上上下下，所有这些。可是你应该更关心的，当然就是对于整个这些事情，对于大罢免整个进度会怎么样？现在最新35比14，那蓝营绿营之间各自这样，但进度当然不一样。尤其今天呢，在媒体上已经传出来。包括还记得吗？当初蓝营主打当然就是要罢台北市双无，那在罢无4骑士，今天减掉那大规模的包括搜索啦，包括约谈这些，那你也看到，包括李孝亮他们直接出来讲了一段词，蛮耐人寻味，说也许他们会被收押，但是他们不会屈服，而绿营也直接点名了，包括黄旅，那包括朱一伦，不要躲在那青年军的后面。那所有这一切对这整个罢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任俊，是今天包括这些约谈，所有这些，你觉得对于未来这个罢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当然，这个是针对一阶的时候，是不是到底有所谓的死亡联署啊，或者是其他的有涉及到伪造文书这些相关的事件哦？那今天北检进行了这个搜索跟约谈，这是南检之后，接下来就是北检这些动作。那今天因为他其实针对2位啦，一个是领衔人，一个是这个一开始哦，就是针对双无的部分嘛。那你可以看到，像李孝亮跟刘思颖哦，在第一时间都发表了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了声明哦。你看第一句就是我或许会被收押，但我绝对不会屈服。为什么把这2篇放在一起呢？因为基本上这两篇的文字99.9%是全部一模一样的，只有在最后一句的地方哦，像李孝亮在这个地方说哦，请与我同行，坚持这场罢免，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然后呢，刘思颖的部分呢，其实前面全部都一模一样，只有在这一句，请与我同行，坚持这场罢免，让中华民国成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就这2个地方，一个台湾，一个中华民国，其他的文字通通都相同。那当然，他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们没有做错事情，认为说这一次其实是司法在打压他们，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不会放弃，不会妥协，而且罢免行动也不会终止，他们在追求更公义的状态。但我其实老实讲，就是说你担任领衔人或者担任什么什么人，那个都不是罪。今天其实会被调查的，还是来自于最原始的根本是你送出去的资料呢？那一些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死亡联署，或者是涉犯这个大家质疑的说哦，你是不是有这个伪造文书的情况啊？但是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声明，老实讲哈，这2篇声明全部都是政治性的语言，因为并没有交代外界所质疑的这个。我想这些节目里面啊，包含这个大律师也都提过，其实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在这件事情上面，事实上司法对你来讲不见得是在伤害你或欺负你，它其实你把来源交代完了之后，其实司法是可以保护你的。但问题来了哦，当你所有的政治语言都出现的时候呢，包含这个北检哦，立刻也发了新闻稿。那对于因为外界有质疑讲说你是不是有伪造文书啦，违反个人资料保护的部分，他其实就讲到说这是检察官为了保全证据，跟这个地方法院申请了核发搜索票获准之后，所以呢有6个人，共6个处所，而且呢其实是通知相关人到场查证，还要强调说其实并没有预设立场，希望外界呢不要有这个所谓揣测，然后希望留给他这个纯净办案的空间了啊。但比较有趣的是中选会也说话。因为大家就说哇天哪，你们就是打这个罢蓝的，你们就是要打罢绿的哦，你们就是一直欺负。结果中选会现在说呢，事实上从2月份收件到现在为止哦，发现到有涉及伪造或者往生者哦，总共联署有41件啊。这41件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罢蓝委的过的这个哦一阶过的大概有35嘛哦，那41减35。可能在罢绿的部分，事实上就中选会的状况来讲，他可能查也有哦。
所以他现在说法是，他已经跟这个最高检呢已经告发了39件，另外还有2件的部分呢，后面也会告发。所以看起来不是我觉得中选会当然要强调，就是说我是针对查核的部分，只要我查出来，老实讲啊，我相信中选会查核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个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以前大家在看这个所谓的联署查核的时候，很少会去注意或者是看到他发布说为什么到底哪一个没过。这一次其实写得很细，包含到外界质疑的死亡联署。中选会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消息里面，其实 focus 不是在死亡联署这次，而是他在提案前已死亡这件事情，是让大家外界会觉得非常纳闷的哦。但我老实讲哦，到现在为止，其实民众在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这个李孝亮的妈妈，因为她毕竟曾经针对这个事情多次的发表了言论，甚至后来还发了一个据传说是他由他发的啊，跟里长说要求请里长签一个。我也不知道算是联署还是法律责任书了啊，就是我今天收集了多少份，这些都是我收的，如果有法律责任由我来负责。那结果你看到媒体报道就讲说有里长就讲今晚写哪来乱的哟，那这谁敢跟你做联署啊？李孝亮也要出来讲说，这个没有要实行啊，没有要实行，但是里面还包含到说是不是要戴一个墨镜啊，然后穿一个什么蓝色还是什么的衣服？我也讲实话，如果你今天是要让他验明正身，戴墨镜算什么验明正身啊？应该拿一个有一个正常脸的一个照片或什么的，他有更多可以东西。所以老实讲，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你说进入到2阶。今天最新的状况，其实已经由这个罢免团体正式公布说通过2阶的，除了原来的罗志强之外，现在有李彦秀、王宏威跟这个所谓的牛许婷由罢免团体都已经正式宣布说通过了，达到了所谓的法定门槛了。可是这些联署书还在收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实讲检调进入调查，我认为是一个好事情。我所以好事情的时候，有一些疑点，其实不是只有在罢蓝罢绿的部分被质疑嘛，罢蓝的部分也出现花莲说有将近上千份，出现的是表格，发现到在最旁边的有一栏那个文字跑掉了。那我觉得大家也会非常好奇就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格式印下来的一个用 PDF 版去印，我顶多是这个稍微格子印大一点，印小一点，怎么会印到就是那个中间有一格那个篮子那个字往下跑？那到底是你拿的表格是从哪边生出来了？这一点我相信对大家来讲，一定也希望能够查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在花莲的这个罢副的团体他们有出来道歉说这是一个疏失。但我认为对外界持平来说，如果要检视罢绿团体、罢蓝团体，其实一样大家都要检视的状态之下，这一个错误的表格到底是什么出现的？而且罢团其实有承认这个表格是从他们这边，因为有给民众填写嘛，所以并不是莫名其妙有人送了一叠出来，而是他们承认，就是说他们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有开始引发质疑说，那你是不是在2阶的这一块，你是不是先跑了？因为正常来讲，2阶那就真的一定要1阶过了之后，你才能正式往外起跑嘛，所以这个上千份，他们现在开始的补强的做法是说，那我赶快第一个赶快扣这些人，再回来补签。第二个说担心有一些人呢，因为不想要曝光，所以改用一种方式，我把这个大量的这个所谓的罢免书就联署书放到你的信箱去，还附上回邮信封。希望你这样子写完之后，当然每一个手段是各自都在处理了。不过其实这个大概真的可以看得出来说，现在大家对于罢免2阶的这件事情，即使在冲联署书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收到更多，但是严谨度，跟大家避免希望出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1阶比起来，真的差非常非常多。现在看起来的话，那进南检之后，北检这个大动作对未来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刚刚任主任讲到，中选会有提到嘛，这些罢免案有收到61件，比对以后，那可能涉及到伪造往生的，共41件。到4月11号，中选会已经向最高检察署告发39件，其余2件待会诊，然后依法告发。中检会是要表示，那我心如秤啊，没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差别待遇。可是北检今天的这个动作，会被未来其他一些地方也带来相关的一些影响。还记得吗？南检当时在搜索包括国民党党部，然后包括收押2个人，内政我们在节目讲过，就有媒体报道讲说，会不会
在全国很多地方检察署都会有一些的动作，而这一些的动作如果一路下去的话，那会对罢免这件事情造成什么样一些影响？那你也看到，包括蓝营有人直接跳出来讲说，难道都只办蓝营的人吗？都只要办罢绿这些人所做的这些吗？那手段有做到要这么强吗？难道都只办蓝营的人吗？都只要办罢绿这些人所做的这些吗？那手段有做到要这么强吗？这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蓝营一直不断发出像这样的声音，包括今天朱立伦那也提出了这样一些的质疑。现在看起来的话，北检的动作，罢绿涉嫌幽灵联署案，检调兵分6路，约谈罢吴4骑士，还有2个领衔人。台北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兵分6路，约谈罢吴4骑士，赖任、满志刚、刘思颖、陈官。然后罢吴配役的团体领衔人，对，前一阵是因为李孝亮他的母亲出来喊冤，然后也烧了一阵这个新闻。那罢吴是由领衔人张克进这6名被告，检调另外约谈刘思颖的丈夫李孝亮母亲5名是用证人身份约谈到案。OK， 那这里头的事情，然后刚才你看到人就有让你看李孝亮、刘思颖这2个人发的脸书的声明，一开始的就是说绝对不会屈服，甚或讲。会不会被收押这件事？讲完表态了。那他说希望司法秉公处理，厘清事实，有一致的标准，符合公平公正的比例原则。那为什么蓝绿2大阵营在这上面交锋？因为绿营直接说，黄立锦如你是台北党部主委，朱立伦你是党主席，你们才是要为国民党全台大抄袭负上最大责任的人。可是为什么要躲在青年军的后面？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因为一开始发了一个声明，里面讲说罢免绿委是民团自主发起，相关指控及对他们的主委被点名，这不予回应。所以媒体上你会看到，就直接讲说，这算切割吗？这是把青年军挡在前面吗？绿营有人直接质疑讲说，那这叫炮灰文化吗？是这样吗？所以国民党刚才主席朱立伦发了一个声明，包括一定会请律师统一处理所有的事情，费用会全额。同时，朱立伦在声明里面也直接质疑说，为什么要办蓝不办绿？司法难道是这个样子吗？那所有这些，包括罗智强，罗智强他这一阵他讲说，他的办公室主任也被搜索，也被带走。他在脸书发文说，绿色恐怖来了。刚他提告总统府散布谣言，那一回到办公室就接到通知，立法院办公室的主任陈光安被检调单位搜索并带走。那这些当然你讲说，这是不是跟前面？这是因为前面这些包括北检在办有没有幽灵联署的这些事情，但罗智强直接把这个也直接讲，因为他在前一阵有特别提到说，民进党是不是有所谓的3部曲？那里面包括要对国民党在野党的地方党部，然后包括在野党的县市，甚或在野党立委的重要干部，全部都要做这样的一些事吗？那李孝亮就刚任俊讲他母亲跟他们发的一个那个东西，我那天在上礼拜吧，在节目里面来宾不是有拿那个出来讨论过。我只有一个问题啦，是说这是中选会的格式吗？因为如果不是，你可以想象，大概不会有人会跟你说我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呢？就是照联署或者什么，我就照着走嘛。那责任该怎么负，大家责任自负，只要照着法定走。可是你叫他多填一个，那有点类似免责书吧？就是康仁俊，那都是你签出来的东西，那就应该你负责。那我只是帮你收了，没错，就直接转上去，感觉上那是一个类似免责条款的一个东西。那李孝亮后来也出来讲说，没有，这是他妈妈以前发的一个内容啦，好不好？那没有要实施这一段。可是所有这个，当北检今天的动作，其他的地检署针对所谓如果被告发有没有幽灵联署的话，也会有动作吗？而这整体这一路下来，来林涛，对你们来讲，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有人说心理压力、心理层面。可是你也看到中选会的声明，你也看到包括地检署的声明，就告诉你，这是我心如秤，谁有涉及犯罪嫌疑，他就直接这样办。国民党怎么看？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几波，像今天的搜索，这5位基本上都是罢绿的公民团体被拉，对在野来讲一定会形成一个寒蝉效应，一定会觉得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像是办蓝不办绿嘛。但一般的民众如果现在下令的话，其实所有党籍民代，其实我觉得会累积，你知道吗？民众的这种
这种愤怒。为什么？因为你今天都办蓝不办绿嘛，我就讲一个数据就好。中选会今天公布41件，对，39件向最高检盘，它就41件嘛，41件罢绿的才14件，那主要应该是比较大多数是罢蓝的嘛？为什么今天查5个全部都是罢绿的，都不是罢蓝的？罢蓝的在哪里嘛？到现在已经去检举了，到现在有查吗？第二个，我们看到罢马文君里面有11个伪造文书的样态。尤浩14件，丁学忠10件，林佩祥高达116件，这已经是2、3个礼拜前就检举了，到现在完完全全没有办。第三，如果我们过去在讲说在野党的网站是意向书，就被中选会说，你格式不一样哦，你这个违法哦，我们要查办你哦。现在花莲的罢免案是发生4000多件，那什么叫做国民党的就叫伪造文书，你们叫格式不符，就叫做这个资料填答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花莲这4000多件，连他们领先人跟相关的罢团都出来讲，都确实有这个格式不同的，不，你还不查吗？所以我觉得这会让人家觉得，如果今天被查办这5个，清一色哦，它不是蓝绿各半哦，通通是罢绿的公民团体全部被查，但在野的人会觉得现在的司法大刀是不是被民进党当成一个政治工具砍向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看起来是这样嘛？所以为什么你不要怪大家？为什么觉得现在的司法公信力一直在下滑？我最后要补充哦。大家在讲说，是不是现在讲话不符合执政党的胃口，就要被秋后算账，就要被司法大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程中，第一个是从我们国会最大党的总召开始杀，然后这2天是杀到国民党，就是立法院最大党的首席副书记长，杀办公室主任，杀年轻人，杀。通通都是杀，这样让大家觉得说你要清算到哪里嘛？所以今天为什么刚才在录影稍早之前，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出来讲说，不要再对年轻人这样杀了。办蓝不办绿，这是全民看在眼里。如果真的有杀，真的到现在是追杀到底，那他身为党主席，这个党愿意帮这些在野的年轻人，所有的律师团也好，这些费用他全额来支出。因为如果这个司法的保卫战、民主的保卫战，大家不跟这些年轻人站到底的话，下一个就轮到一般所有的平民老百姓。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其实如果有涉及到犯罪，当然都该办。每个地方，因为中选会说也收了这么多件，他们也提了告发。那我听到绿营的朋友有人讲说，那主要现在被办的大部分叫幽灵联署，就是说在签以前、联署以前，可能就已经是往生啦，或者什么的那些比例，或是因为那一看就知道那个人一定不可能跑出来签，所以那部分会先办。那你们觉得针对这一部分也会有质疑吗？因为中选会它出来的样态，它是直接写伪造文书等相关样态。那这个样态当然有分，有的是幽灵人口，有的是就伪造文书等等。可是这在中选会送交给最高检，这都是一个讲说是违法的事态嘛。那违法事态目前看起来这41件，我按比例算哦，假设以比例算，看起来绿营的是29件，蓝营的是12件。那为什么从头到尾到现在为止？你告诉我，搜查到哪一个罢蓝委的公民团体了？连我们桃园罢鲁明哲跟罢牛许婷，我们这个在地的议员都已经到桃检去检举了，到现在已经都没有声没有息，到底办蓝不办绿这件事情，司法可以不公正到什么地步？大家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个李孝亮跟刘思颖发的那个声明，刚才你确实讲，除了那下面台湾跟中华民国不一样，其他内容都是一样。这2篇声明，你知不知道？就是他们还是在要被搜索以前，其实心里有谱，因为这件事已经烧了好一阵了，是不是？大概也知道会有约谈啦，会有什么什么，所以先准备了一篇声明以明志。你知不知道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知道，在台中市党部副主委台南市党部被搜索之后，就已经传出台中市跟台北市就是下一个被搜索的。所以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他也不是孩子，他就是一般的这些百姓。那重点是，我觉得他早已经准备好，早就准备好。那你看双吴的罢团，他们的图卡或是他们的这个宣传，其实都是平常都一起的，所以他们有没有可能平常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子的一个以死明志？当司法要大刀砍下来的时候，我要以我最深刻的公民的立场、权利、明志，我觉得是有可能早就准备好。OK，
我不晓得苏佩刚刚有没有听到，尤其是司法的大刀，司法的大刀绝对不能为任何人所用，那是一个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底线。但是你看到，包括朱立伦今天的发文，林涛刚直接讲的，现在已经是只要让你们看不爽的，就直接动手吗？当然不是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现在这个绿营里面有这么多的共谍，国民党不是都在消费我们，说我们讲共谍吗？那怎么会办？你这个时候你就说啊，办蓝营的时候，这些检调都是民进党养的啦。你这个时候你就说啊，办蓝营的时候，这些检调都是民进党养的啦，啊，办共谍的时候都民进党养共谍，这是逻辑不是错，这是两件事情，是坏死吗？那如果检调系统完全都是一致的，他们怎么会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不要瞎扯啦。再来，罗志强呢，在上个礼拜2阶被罢团第一个公布，他是台湾全台湾35个罢免团体、公民团体罢免里面，他是第一个过关的。你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怎么讲？讲说啊，呛说啊，造假判重刑。立法院党团哦，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呛罢免罗志强的公民团体说，如果你们造假的话，土城见。那时候我就讲啊，你在讲给李孝亮听的啊。因为什么？因为李孝亮的妈妈自己跳出来说，李孝亮在当联署人之前才跟黄吕锦如见面，对不对？他根本没有参与罢免吴沛憶的任何联署。国民党为什么到现在不出来讲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出来回应这一件事情？国民党的这个议员钟小平还讲，李孝亮的这个名册是青工会交给他的，他只爆料青工会交联署名册给李孝亮，让李孝亮可以当联署人去把这个东西交给中选会。但钟小平没有讲的是，青工会谁给青工会这个名册，是不是就是黄吕锦如？你现在是 quote 钟小平，那检调先查。我先讲完嘛，你刚刚讲很久嘛。这个尊重我的言论自由，在国民党很奇怪，都要人家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而不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这逻辑太吊诡了。所以钟小平讲的，青工会的名册到底是从哪里来？李孝亮妈妈再三的呼喊，说他根本就不是联署的第一人，是硬被国民党的黄吕锦如找去把名册交给他。国民党到现在也没有回应这件事情啊。现在李孝亮之所以会被找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当联署人交出去的那一份名册里面有40%的错假率，40%哦，不是40个人哦，是40%，里面有死亡联署的，有重复联署的。国民党也完全不回应这一件事情。好，我们回过来讲，罗志强今天他的办公室主任叫做陈冠安，也被检调约谈了。那我要讲的是说，罗志强你在上个礼拜呛你的罢团，你自己的办公室主任陈冠安去担任这个罢团台北双吴的造假联署书，他可能都涉嫌在里面。罗志强，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你有空呛罢团，你没有空管你自己办公室主任有没有去造假别人的联署书，这不是很讽刺吗？而且李妈妈为什么这么担心？因为李妈妈知道国民党从头到尾的联署很多都是抄的，而且在吴沛憶的这个选区，其实我之前就上节目就曾经讲过，国民党之前抄的名册很多。这个谣传都是党员的名册，在后段的时候，在吴沛憶的选区，其实就有里长透露出来说，国民党开始在要旅游的名册，因为国民党这个里长带李明出去旅游的时候，他的名册需要名字，需要身份证字号，需要出生年月日，国民党开始需要里长的名册哦，所以李妈妈会去传递会传这个工作小组的讯息，是因为她也有掌握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李妈妈才会去做这一件事情。当然，这也引起我们这个里长的反弹嘛。里长说什么？台北市的里长说，我们是公务人员呢。为什么国民党的罢免吴沛憶居然会李妈妈传的一个工作小组的声明来？你是把我们当什么？
国民党的谁喊的吗？国民党的侧翼吗？而蒋万安面对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上个礼拜就发生的。蒋万安身为台北市的市长，居然国民党要罢免吴沛憶，居然直接发文发工作小组给我们的里长，把我们的里长当谁喊的，还要看到李孝亮的什么蓝衣服、戴墨镜才能够去教这一件事情。蒋万安完全没有回应，蒋万安完全没有讲话，居然有人可以命令我们的里长这么做，把我们的里长当成罢免吴沛憶的侧翼。可以这样子吗？蒋万安没有讲之外，蒋万安居然还讲说，我们需要这个什么，这个大家都要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有行政不中立，而且有滥用里长的这样的事情，而蒋万安身为台北市市长，居然没有帮里长讲话，我也真的觉得很。对，我们一件一件来，你要不要先回这段？好，我先回啊。基本上呢，我就是觉得好像简舒培最近跟那个蒋万安市长有交锋，所以他可能觉得 PTSD 不要再做交锋。那没关系，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逻辑。第一个逻辑钟小平他说名册交给青工会，他已经正式对外道歉，而且对青工总会长道歉，他的把这个说法收回去。如果这个简舒培还要继续造谣，或是说相关的简舒培的那个钟小平的话，那剪掉去找这个钟小平讲嘛，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被司法证实嘛。我觉得应该剪掉。钟小平已经道歉了，钟小平已经道歉。钟小平应该要被李妈妈，连李妈妈都知道她的孩子随时有可能被民进党的司法清算。你看，连李妈妈都知道。那今天李妈妈的一家之言也被简舒培拿来 quote。我是觉得啦，钟小平讲这句话已经收回去了。李妈妈这句话有没有证实？是不是李孝亮真实的情境？我都觉得还有待商榷。真的不要把这个话直接作为一个定论。那 OK， 将军每次都要问是将军出身自国民党，所以您自己看这一段，因为朱立伦已经直接跳出来了，对，讲说今天被约谈这些，其实平心而论了，重点可能不是单纯在律师费啦或者什么，一定是这些青年军到底有没有涉及到一些事，这当然是一个重点。当然呢，你现在不可能说我去帮你回答，那一定是所有的律师要给他们最好的一些司法的保障。可是这件事情，当检调用这样一些动作的时候，那包括罗志祥讲说现在看起来，现在的执政党就是有所谓的灭在野党的几个计划。你自己来自国民党的时候，国民党里面面对像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以前的心态到底会是怎么样？你可以揣测得出来吗？正常的主委因为我当过主委，正常的主委，如果这个事情是我下令推动，一定一肩扛起啊，不然以后怎么做人啊？这一定一肩扛起啊。对，就是我，不要找他麻烦，是我说的。一开始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的那声明，你有看到吗？我刚才念了一下，民团那是民团。所以后来朱立伦发的意思是，他觉得不应该单纯是这样，本来就不能这样啊，被解读本来就不能这样。你当个主委，一定是要像个主委的样子。今天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黄吕锦如大家记不记得曾经要罢免王世坚？黄锦如说那个不要，就不要嘞，就不要了，对不对？如果今天要罢免某一个人，这个赖清德或是林右昌出来，那个不要罢免。你认为民团就不罢免了吗？会骂死他。所以黄吕锦如的问题，我觉得蛮大的，就是他第一时间人家要罢免王世坚，他就直接说那个王世坚是民进党的良心，把他留着。然后就不罢免。这哪叫民团呐？这叫岁喊的好不好？这叫岁喊的。如果是民团，绝对不会听。如果是民团，就直接开骂了。我凭什么听你的？你哪位啊？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看来黄吕锦如对于这些年轻人，他是说得动的。那么跟党部的连结，那就要看名册有没有名册。如果他所这个提案的这些名单里面，刚好跟党部的名册有高度的重叠，那你党部就脱不了关系啊。提案的这些名单里面，刚好跟党部的名册有高度的重叠，那你党部就脱不了关系啊，对不对？一般人怎么会有党部名册？大家走在路上，看了每个人脸上，你可以看得出他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民众党吗？不会嘛，绝对不会。怎么会这么巧？你来提案的这些人，他绝大多数的都跟国民党的党员有高度的连结，所以你要说服法官去搜索，必须要有理由。那搜索要搜索什么呢？第一个名册。如果在他家收到名册了，那就百口莫辩了嘛。那你的名册刚好你送出去的又有高度重叠。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自己去讲说没有了，对了，我抄的，
那所以我从容就义，那也是一种可能。那么大家可能没有进过调查站，我是去过，我是去过，曾经有一个教官钟点费的问题，我进过调查站。我告诉大家，一般人生平第一时间进调查站，你不紧张才怪，一定会紧张。我那时候就我是教务处处长，有教官去冒用钟点费，然后我去当证人，我都会紧张。那何况你自己如果是被告，你进调查站，你是更紧张。所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就像应小薇讲的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告诉你，进去绝对紧张，然后很多事能说的都会说。所以今天他询问完以后，我相信会有很多具体的答案出来。另外，我再讲花莲那个89那个事情，那不一样，那不是被这个选委会查出来的，是89他们自己在核对的时候，那个编号的编好像低了一点，他自己抓出来的，他不是说我送到地方的选委会，选委会拿出来之后来告诉你，不是这两回事，是自己。可是有人说，我有看到来宾朋友有人讲说，这是不是表示是偷跑吗？那个格式是从这个看出来，也跟偷跑有没有关系？如果偷跑，你可以去告啊。对，然后就最好告刑事，不要告民事。你可以去告，因为告了会变诬告。对，我觉得你觉得怀疑就去告。那你告人要有具体的证明。你觉得他偷跑，你去告啊。我觉得你去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格式这跑票？我想补充一下，其实这一次的罢团对于格式这件事情非常小心，因为他们之前在罢免韩国瑜的这个世军子那边有一个团体，他们曾经就跟这所有的罢团讲，这个格式2阶的格式要非常小心，因为1阶是没有格式的，1阶的提议1%是没有格式的，你任何只要标准的提都可以签，但1阶过了之后，通过中选会，中选会会公告一个格式。这个格式包含几公分，旁边留几公分，上面留几公分，都有标准格式。我给大家看罗志强的。那时候我们的罢团就在讲说他们发现网络上面有传一个格式，因为有人拿来交的时候边界居然差了1公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完全长一模一样就这边差这样子，差这样，大家有看到吗？有差这样。我告诉你，后面那一张是印80%的，边界是留80%，这前面是100%。你知道吗？他们大动作，因为这张一定就要作废。是后面那一张，就算你联署的，它都不行。而且这个事情呢，我们还透过立委去问中选会说，是不是真的这么严格？因为我觉得太荒唐了，怎么会有这种边界留80%或100%这件事情，居然可以剔除一个人的意志？他说，对，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子。所以只要在肉眼看得见看不见的我们就算了，如果看得见的就不行。所以难怪邵逸夫他们会在节目里面有聊过，那个连阿拉伯数字要写的，对，而且还不能写太吵，是你写的太吵也不算，断弄像要全部都要。对，那个有的要国字，有的要。你知道吗？来，你知道吗？最后连这个签名这个地方有没有？只要签超过格子都不算。签名不能超过格子，你知道很多人字比较大怎么办？你知道小哥，你知道很多的长辈现在拿笔都会抖，是，所以我们在联署的时候都要帮他这样子，你知道吗？让他不要抖，或者是跟他讲说，不然你可以盖章，你可以盖章，不然你知道他真的是这样抖，而且他写出来的字很大字，你知道吗？就写不在这个框框里面。这件事情其实公民团体的罢团早就注意到。那花莲，我认为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人渗透进去把那个格子换了，把那个格式换掉，不晓得。叠到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追究是不是有人把格式错字。我们只能做的事情是，请所有的在全台湾的花莲人就近联署站。再联署一次罢免傅昆萁。来，你要补什么？对，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罗志强的样态是一张嘛，然后是边界嘛。可是这个花莲它是编号里面那个栏位的字体没有字中，那几份呢？在17000份里面有4000份，高达23.5%。如果这么高的比例，你要说有一些是鱼目混珠，或有一些是不小心，23.5%。我觉得看起来以现在的常理推断，比较像是偷跑了。OK， 可是这件事好，你说后面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去循司法程序。可是因为刚才舒培有讲，因为现在如果对罢团来讲，
最重要的是先把那些剑先补齐了嘛，先补那些。所以没有要给你偷跑，因为就是发现有4000张不对，我们要全部换掉。OK， 所以没有偷跑，就全部换掉。可是中选会那时候有说，如果去变造那个格式，不是中选会发下来的格式，是你拿了这个格式自己变造完给别人签，那也叫伪造文书。所以这4000份其实就是中选会认定的伪造文书的样态。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尤其当北检今天发动搜索，我刚刚就讲，它会变成全台的一个模式，因为有很多地方都被提出了一些被告发啦，或者这些。将军刚刚讲没有经过调查局，因为现在北检是先请调查局先去，包括搜索，然后约谈，然后一般程序就是在调查局谈，调查局进去谈会谈很久，然后谈完了以后，然后再送北检复讯，复讯完以后再看北检会不会做什么样的处分。这里面有几个角色呢？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你以为约这几个人是重点吗？没有。台北地检署约，包括刚才你看到刘思莹跟李孝亮，不是都已经发了脸书上面，即便有可能被收押或什么，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准备了，但是一定有一些人心里没有准备。检调另外约谈刘思莹的丈夫李孝亮的母亲当证人，你知道这个比较麻烦，因为证人有伪证罪的问题，被告没有伪证罪的问题，因为法律也承认人性，任何人都不需要自证其罪。但是证人会有伪证罪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大家进去以后，不管你是证人还是被告，他的问法没有那么大差别啦，都是一样，正的问、反的问、上的问、下的问，就是问到他一定，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要问刘思莹她丈夫？那一定是要两相核对，到底刘思莹的什么，她的什么，这所有这些，或者她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然后再回去核实两边。那他一定我会跟他讲，那伪证罪的话会有7年以下有期，这个是7年以下，伪造文书的罪还没有那么重。当然你说如果有其他有几罪的话，那一罪一罚的角度，那另外一件事。可是伪证罪本身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它本身这个某种程度证人的压力反而比较大。因为你去那个地方，当然我们都会跟证人讲，你就照实说就好。只是那个照实说会不会中间因此会出了一些什么篓子？所谓篓子就是会不会真的有涉及到法律的一些事情？好，这整个今天办大概就算现在一路搜索到今天晚上，然后约谈，然后会不会送复讯，有没有夜间侦讯，这个是大家一直在看。可是我刚刚前面就一直在讲，慧珍，这整件事情会不会延烧成全台的模式？这整个今天办大概就算现在一路搜索到今天晚上，然后约谈，然后会不会送复讯，有没有夜间侦讯，这个是大家一直在看。可是我刚刚前面就一直在讲，慧珍，这整件事情会不会延烧成全台的模式？而除了延烧成全台的模式，它会不会真的往上？一个是横的平面烧，对，很多地方包括党部上是指包括黄旅或是像朱一仁，会不会往上到党部主委上？那南检搜的时候，那时候在办，现在也有人在讨论说，刘永改对，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约谈？对，那现在就会这样，可是现在在打仗嘛，对，所以为什么蓝营会说你等于是摆明了你要用司法来办我，怎么可以这样？现在大家在打，可是有犯罪嫌疑，也不能不办啊。是，这样讲啊，我们那个当时哦，就黄花岗72烈士在革命的时候有一个与妻诀别书嘛，李决明。那现在看起来哦，那个李孝亮跟那个刘思颖哦，两个人同一天哦发表了一个应该算与社会诀别书吧，就是说就是刚他脸书贴出来的。那你看他这整个脸书里面哦，里面有高度的重复，高度的重复从哪里开始？我清清楚楚这个第3段，我清清楚楚知道我自己是清白，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也没有任何羞愧的理由，有没有？我清清楚楚知道我自己是清白的，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也没有任何羞愧的理由。然后再来呢，如今他们想用司法打压异己的工具，他们想让我晋升，让我屈服，但我告诉我不会低头的一样。如今一模一样。再来。历史会记得，这不是一个人的倒下，而是下一个世代的开始。今天我一个人受苦，未来将会有万人站起。我要对全台湾说，我不会放弃，我不会妥协，罢免行动绝不会因此而终止。历史会记得，这不是一个人的倒下，而是一个世代的开始。今天我一个然后一样我不会放弃，我不会妥协，罢免行动绝对不会因此而终止。如果在当年的黄花岗大革命那个革命里面，林觉民他的与妻诀别书，如果是被人家发现另外一个范世平与妻诀别书也是一样的，你觉得那会留下来吗？
一定有鬼嘛？那什么鬼？就有人提供公版嘛？那有人提供公版代表什么意思？就不是自愿的嘛？对不对？不然怎么那么奇怪？怎么你的与社会诀别书跟他的与社会诀别书是一样的？我自己对这个，我对于我即将要慷慨赴义，我对于我自己的这样的牺牲，我的感受竟然跟他感受这8成一样的，这有鬼啊！要不然就是有奸情，要不然就有鬼。我相信应该不是有奸情吧，我相信应该是有鬼吧。所以光是这件事情就已经告诉你，他们是车手。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政坛版的 KK 园区啊，KMT 园区哦 ，KK 园区就是这些小白兔被抓了。那这些小白兔被抓了之后呢，他们后面的首脑告诉他们说：“我跟你讲，你要扛下来哦。我跟你讲哦，你如果自己不扛下，你如果不倒下，我国民党没有办法因此而觉醒啊！你今天一个人不受苦，未来怎么我国民党有办法要站起来？所以。”国民党有要救他们吗？当然没有啊。所以今天台北市党部才会有那个贴文啊，直接告诉你什么？哇，他撇了一干二净哎。是民团自主发起。对他直接告诉你，他说罢免绿委行动是公民团体自主发起，对于其他指控一律不予回应。你切割这个大妈你袂使安尼好不好？那个做人老母袂使讲你自己的囝就那个心头肉，别人的囝就吃袂了。不能这样子，你知道，对我看在我眼里哦，我觉得这个李孝亮哦，从头到尾他只有犯了应该说是他自己犯了一个错。他犯的错是什么？就是他相信他的长官嘛，我不知道他的长官是黄林锦如还是谁啦。但是不管怎样，他是到前一天才被叫去的，他根本连他手上这3000份或是4000份怎么出来的，他自己都傻某，所以他才会讲那句话嘛。难道我是会关落音吗？我怎么会知道他是是生是死？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在所谓联署的这个现场，他根本没有在现场。假设有联署的话，他连这一份东西是怎么签出来的，不怎样，怎样。他这句话就已经代表了，不然的话，如果是你亲自从头到尾，你都在那个摊位，有一个人出来跟你签，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所以光他讲一句，难道我会关落音吗？我怎么知道？光是这句话就代表什么？这个东西是有人给你的。那我觉得。他就是个政坛小白兔，他很希望他可以就是更上层楼，所以呢，今天有人给想就首脑跟你讲说，没关系，你的账户给我跟你讲，到时候分给你，你放心啦，你那个我们这么相信你，这个是你大好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你一定要投名状你这一关过了，就是这样啊，现在完全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李妈妈要跳出来？我们李家虽然什么都没有，好歹我们有一个清白。我们栽培儿子20-30年这么优秀的儿子，我不能让你唯一的清白都让你这个党给我毁了，所以他妈妈才会跳出来啊。然后最重要，我跟你讲，在国民党的体系里面，李孝亮犯了什么错？就是他就是一个没有权势的家庭嘛，李妈妈自己知道嘛，所以李妈妈才会跟你讲那一句嘛，我们没有权没有势嘛。就算我们家没有权没有势，可是我家的儿子是清白的，不可以被你们国民党变成像免洗块。你的儿子，你黄立群的儿子，你是你的心头宝，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心头宝，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妈妈对抗整个政党，这个政党叫国民党，因为你们就是把人家的儿子推出去，然后变成免洗块，变成车手，然后还告诉他 good job，你要当烈士，你不当烈士，我国民党怎么再站起来？这要求 good 啊，所以我就会觉得比起来台南市党部人家还有 guts， 人家好歹是。那个副主委被抓去，主委不能讲龙 gay， 主委主委还没有约谈，但主委说在参加民众党的礼拜5的场合，还礼拜6场合就说让我做4年后交棒给他，交棒给民众党。这句话我想说，奇怪了，你要交棒给民众党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国民党其他的人是怎样？所以就代表着好像感觉到你在进行某一种切割还是什么？我觉得那个，难道不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对了，就刚刚讲，大概心里有谱，一定会有收走约谈，然后就有人。我不知道两个人哪一个人，也许有人讲说，那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份？来起草。对，有人起草讲这内容 OK， 就大家觉得 OK， 你一定要有首脑拿给他们吗？不是嘛？那我就问你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压，我有可能被压，那我要对我自己的
清白要自清，那我一定是去讲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什么我觉得民进党要罢免掉，为什么我一定要买下，这可能是我最后说话的机会啊，我一定会讲一大堆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很感动，或者我为了要罢免这件事情，我铤而走险嘞，我甚至我怎么会跟你一样呢？不是你一定不会跟范老师一你样，内容一样，可是如果每一个字都一样就不正常。每一个就是说，有可能你想要控诉的东西是一样的，或者是想表达的内容方向是一样，可是每个字都一样，这就是异常啊！我跟你讲啊，我如果是法官，我反而觉得你没有串供之嫌，连这个与社会诀别书都要串供。其实想太多，为什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台北的霸团，他跟高雄的霸团，然后八竿子打不着，从来没有一起来作战过，然后他们两个推出一个，一个在花莲，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台北，怎么写一样？我觉得那还觉得你可以说这一套有可能说不过去。可是现在是他们双武在台北，本来就是这一群人当成一个革命，或是大家一起统一阵线在写。他当然面对这种司法的冲击，他们的论述一定会是有人起草，然后大家一起一致向外嘛。你有这个心情吗？我觉得看了这个李孝亮跟这个刘思颖啊，这个诀别书啊，不要诀别书，他们的心声，与社会啊，这个从容就义啊，从容啊，所以我要送他们一首诗，就承认国民党的副总裁，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哦，他在清朝末年因为暗杀这个载沣啊，被关到监狱里，引刀成一块，对，慷慨歌燕市，从容做主求，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哦，多棒啊！可是我怕他们两位可能没念过。但是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这个罢免真的是，对啊，非常的这个慷慨激昂，我不可能写一个跟我一样的吧，对啊，一定有自己很多的满腔热血嘛，结果咱们两个是一样呢，就是抠笔嘛。我不可能写一个跟我一样的吧，对啊，一定有自己很多的满腔热血嘛，结果咱们两个是一样呢，就是抠笔嘛，所以我觉得连这个都要作假，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年轻人，应该年轻人是最有创意的，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写一样的呢？然后连抬头都一样，刘思颖声明、李孝亮声明都一样，啊，我觉得这个。这很像是欠人家钱，然后被要求写的话，而且讲的这样子哇。因为联署书说抄的，与社会诀别也要抄。对啊，所以大家会觉得难怪你们都一直在作假嘛。我觉得奇怪，年轻人自己写自己的脸书，然后一直要被人家说是抄，国民党都是抄的，国民党都是抄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是要说人家把那个话塞到人家，你要有自己的作为没自己的想法跟灵魂嘛。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张真的这个昨天联署书都是我去努力去这个去在街头上，然后去这一张一张弄出来的，我一定有感情，我一定有血有肉，我一定写的比这个更加的澎湃激昂嘛。怎么写要写公文一样呢？这表示你跟这个联署，所以法官会觉得你们跟这个联署是没有关系的，你们就是照章行事，长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是个车手。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两篇与社会诀别书是义正言辞的作弊。讲得很了不起，是理直气壮的造假，把这个幽灵联署，你还讲那么慷慨，还讲的好像很了不起，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国民党年轻人怎么了？你看，年轻人应该是未来的希望，可是我看到这几个国民党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想着要参选下一届的市议员，满脑子政治的算计，这些指控太多了，本来就是他们有没有参选？有嘛？然后你看这个赖以任还说什么？联俄容共，大势所趋，连这个党史都不去看，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会出现这个状况呢？4个字叫隔代教养。因为他们20岁，他们应该是由30、40岁的国民党的这些年轻的，应该一代嘛。对。可是这些人跑去哪里了？都跑去立法院啦。徐巧芯啊，刘许婷啊，对不对？叶元之啊，全部都立法院，他们哪有时间去教育这些20几岁的后代？就有谁来教养？就隔代嘛，傅昆萁嘛，赵少康嘛，就像我们为什么台湾很多这个像偏乡很多隔代教养，爸爸妈妈都去城市打工工作，小孩子只能谁来带？阿公阿嬷。所以这些年轻人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政治训练。如果他们今天当过市议员的助理，一步一步的，他们会知道这个联署我不能够担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李孝亮，为什么他妈妈一直在拉着他，他完全是少不更事
他还觉得我今天是为党壮烈成人，我未来这国民党的希望。如果你讲说应该上来，因为巧芯是从市议员，对，然后市议员接下来到了立委，那在立法院共谍案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在罢免在连署到最后这个阶段会出现那件事？道歉10次哦，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公务员，核心公务员他的太太，显然这个对任何一个家属来讲，都会觉得就好好的，你干嘛说我们家的人是共谍？他太太直接摆明了说，而且在巧芯道歉10次以后，他直接跳出来讲说，那接下来他会拉更多人来罢免。那当然，因为这2天刚好就是真正的有一个这个人是被收押。那巧芯又觉得，他这时候觉得他冤枉，不是这个没有冤枉，就是你讲了人家那个人就是那一回事，不应该去讲人家那段。那他是觉得真的有人涉嫌到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如果照你讲，那完整训练，那对巧芯来讲，怎么会犯这种？这个某种程度是低级错误啊。后来这个被发觉就是这个何仁杰先，他就是这个吴钊燮在当外交部长的秘书，那当然同名同姓，但是徐小庆说，哎。果然还我清白，哪里还你清白？今天不是说你要，今天是你，你是栽赃那位在外交部的何仁杰，这位的专门委员说他是共谍嘛，你是赃官礼待，大家才让你道歉嘛，并不是说这个外交部的何仁杰跑出来或者我们就因为你指错人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何太太为什么她很不满？那为什么徐小新要做10次道歉？因为他的基本盘松动，夏友哥你都知道，外交部过去是非常非常懒。为什么？因为外交部的外交官的来源哪里？这是我们的母校政大，全台湾唯一的系叫外交系。所以我那时候念政治系，我们的楼上楼下，外交系毕业去考外交官，然后外交系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出席老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外交系课堂啊，那么是前后门都人把守的，不让外校人进来听的，因为听着搞不好要听到考古题啦。那政大因为我们知道嘛，他是这个国民党过去的培养的人嘛，到今天为止，国民党的政大的永远的校长是谁？蒋中正啊，到现在为止荣誉校长哦，所以那当然现在当然已经没有了啦，我想是早期嘛，所以外交系过去是非常懒，外交系统或者是外交部里面的人都是非常懒的嘛。那你去看我们现在很多那个退休的那些大使讲的话，我还以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讲的话。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位何太太？他先生当专门委员不容易，专门委员是检任官哦，对，一步一步的，对不对？爬上，结果今天被徐小新这个说他是共谍，他当然不能接受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那徐小新为什么？因为连外交部的员工过去是蓝大于绿的，都已经出现反对徐小新，而且他要说要找他的朋友一起来联署的时候，他的基本盘，他的踢给处。破解了嘛，所以徐小新才要10次道歉嘛。所以问题是现在亡羊补牢来得及吗？如果连我们外交部的这个眷属都开始反抗他，其实我要讲这几年我接触到的这些年轻的外交官，其实都很有本土意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了，他们也改变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包含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这个吴尚宇他还有好几位，这几个都被约谈了，已经都被羁押了。多是民进党的，对。那我觉得谈什么半蓝不半绿呢？那我觉得赖清德今天就要展现出他的坚强的意志，就是我绿的我敢办，OK， 不管你在多高层我都办，而且我清除完之后，我才有办法，我才有立场去侦办其他政党的嘛，因为我自己都清了嘛，所以刚刚领导讲什么半蓝不大绿，这个讲的说法我真的不要去台湾民众不会接受啦。如果你要这样讲，那这个陈怡君台北市议员是不是被羁押？也被羁押，对他也是因为助理费的事情啊，哪有什么半蓝不半绿？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未来立法院会很多的助理是最有问题的。为什么？中共是有规划、有目的在拉拢或者在吸收立法院的助理。为什么？因为助理他是常年在立法院工作，这个老板换下一个，所以他对当地的非常熟，而且。助理接触的机密其实不会比委员少，甚至更多。因为委员有可能要选民服务嘛，助理整天在立法院，他能够接触到机密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认为下一个阶段立法院的助理会有很多被办。不过现在看起来，将军这整件事情，巧芯讲说，其实他
大概2月就大概知道这个核信的案子一些。对，那只是因为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用人家照片、人家的个资，然后把人家弄错了这一块。那这件事情，可是你会质疑的点不是单纯在这，对，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以前在部队当主官哦。部队有抓到有什么泄密的，有什么出状况的，绝对都不是主官抓到的。因为我不会知道啊。一定是特定的保防人员或者是监察人员去抓到以后跟主官回报，所以立法委员会收到这样共谍的，而且是早在1个半月前。因为我听到徐小新讲了，除了说他1个半月前就知道，还有一点让我听了我觉得有点害怕的，就是他连这一个核信的疑似共谍的人送出什么资料他都知道。这不简单嘞，不简单了。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这个核信的范闲送出资料的时候一份副本给徐小新。这不可能嘛？当然，这不可能嘛。如果这样的话，徐小新不被他上线了，这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徐小新在这个核信范闲旁边设了一个碟中谍，随时他做什么事情就跟我回报，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这是比较良善的想法，就是我派人去跟着他，我早就认为他是匪谍了，我就找个人去盯着他，这是良善。另外一种比较不好的想法，就是打草惊蛇。打草惊蛇，这个人很重要。这个核信的如果一被抓，上面下面破一串。所以我要赶快让地检署把他压起来，不能让他在外面乱跑。为什么乱跑会窜出更多同伙？因为抓共谍这共谍的部署不是说，今天我们2个是同事，没有，你不知道你的共谍同事是谁，他叫单线部署。我只知道我的上级是谁，我只知道我的下级是谁，即使我们2个有共同上级，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间谍的部署的方式。那么你要破获这个间谍组织，就是要你知道他是间谍了，故意不抓他，让他去爬走。然后呢，甚至他要去收集的资料，我故意给他一个印记，就知道是由这个地方送出去。当这个印记到了谁的手上，我一看到，抓到了，原来是他上级，上级再抓他的上级，这就是要抓一串，间谍一抓就是一串。所以你看，这件核信范闲的事情是从一个黄姓的台商开始破获的。这个黄姓的台商，他有好几个上级，他也好几个下线。那为什么当时故意不收这个黄姓的台商？我要让你露出更多的下线，所以抓到了好几条线嘛。那抓到了核心的，再让他去跑。所以你看才会发现，一个黄姓的范闲这个台商，他跟外交部有关系，他跟总统府有关系。那很多人讲说，哇，糟糕了！你看我们总统府都在养匪谍、养共谍。我要告诉大家，共谍渗透当然是往执政的那边渗透啊。蒋介石够厉害吧？你知道蒋介石身边有多少共谍，你知道吗？小从侍从官，他有一个诚信的侍从官叫段伯宇，共谍。他的侍从官每天跟他的帮他沏茶，帮他弄所有的那个营养品的共谍。他最信任的一个作战次的次长郭汝怀，共谍。那你说蒋介石可能大而化之，从中国来搞不清楚。我告诉你，宋美龄身边都有共谍，连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身边沈安娜，女共谍。他最后还把他拿去给蒋介石当机要秘书，共谍。那你说没有啊？这是领导人身边当然共谍，总统嘛。我告诉你，胡宗南，这是我们国军的战将，这叫做战神等级的人。他旁边他的侍从官也是共谍，然后曾经当过徐蚌会战作战区的副司令，他身边的侍从官张克侠共谍。所以你知道这些共谍无所不入，连白崇禧身边都有共谍，也是侍从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共谍的部署一定是老共最想知道情报的地方。他不往总统府放，他不往国防部放，他不往国安局放，他不往外交部放，他往哪里放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共谍这件事情，连台北市议会，然后对那苏培跟包括蒋万安之间，大家对这件事情，来林涛，蒋万安市长对于这件事情。他是直接对着所有的议会在质询的时候说什么谁在养共谍，谁在消灭中华民国，他直接讲民进党加共产党。对，现在这件事情大家是直接开干上了就对了。对，因为看起来台北市议会简舒培他是想要挖一个坑让蒋万安跳进来嘛。那蒋万安其实很清楚啊，真正要消灭中华民国的不是共产党跟民进党嘛，他还直接加码，他说这个民进党呢就是中共的走狗。我想说，哇塞，
蒋万安好像是蒋万安2.0，直接对这一题直球对决。今天再呛王世坚，但重点我们先来回到核心，再来讲到结论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共谍案，在依徐巧芯他的爆料里面，黄曲龙他是联系民进党民主学院的副主任邱世元，跟赖副总统当时候的机要吴尚宇拿资料，再把资料交给中共。另外一个线路是黄曲龙直接跟当时候的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来将资料交给中共。不管是这2件事情哪一个路线，都是牵涉总统府、外交部，甚至是民进党中央的民主学院这3个的国家安全，如果门户大开，请问国家还有哪一个部门的资料拿不到？都是牵涉总统府、外交部，甚至是民进党中央的民主学院这3个的国家安全，如果门户大开，请问国家还有哪一个部门的资料拿不到？所以你去看一下这个何仁杰的案子，为什么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当时候呢，检调早就已经查出何仁杰的上线，这个黄曲龙2月就查到了哦。那请问这2个月为什么要让一个共谍在外面游走？你是给他们什么空间吗？所以还是觉得说今天他的国安高层层级太高，你办不下去。我觉得第一个质疑，第二个，因为当时候何仁杰他是吴钊燮，我们讲到外交部长他的核心幕僚，但核心幕僚他有接触到机敏的文件，它的形成、它的资料，请问外交部跟国安会现在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曝险的部分做一个调查？我觉得国人很清楚的可以来了解。第3个，当时候他是写说外交部呢，他早就离职了，如果他当时候离职已经有怪怪的了，那请问是不是知情不报，还是这个知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国人假设对于国家安全这个部分是可以质疑的嘛。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政治题了，为什么蒋万安跟简舒培战成这样？为什么大家会盛赞蒋万安说哦，这个直接杀？你知道王世坚说什么吗？王世坚说，共谍哦查得越多，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民进党这个反共护台啊！哇塞，这个逻辑如果可以通，真的很厉害。代表说什么？共谍越多，你越爱台湾。好，今天蒋万安就直接讲，哇塞，难怪那个台湾英报出来讲说，我绿共我骄傲，民进党完全不用讲话。为什么？因为共谍越多，他们越骄傲啊。我如果这个逻辑可以通，我只讲一句话哈，大家在讲说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今天竟然是超级这个老鼠屎越来越多颗，这个粥是越香越好吃。这是这样吗？民众听得下去吗？舒培要回应前，将军你要直接我很简单回应一下，我说哈，不是共谍越多越好，是抓的越多越好。如果这些共谍都不抓到，他继续在渗透，共谍不会写在头上说我是共谍，他就是很难抓。所以当你抓的越多，表示你的保防教育做得越好，表示你的保密防谍做得越好。所以共谍多当然不好。共谍抓的越多越好，而且呢，不分党派，蓝绿白都该抓，抓到判重刑。因为培养一个共谍，你以为很容易吗？10年以上，所以抓出来就断他10年的功力。是呗。共谍抓最多的应该是蒋经国跟蒋介石主政的时候的台湾吧，700多个，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只要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讯息，拿这个什么空飘气球，只要收到了，你就可能被检举是共谍嘛。所以民进党现在做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被中共渗透的这些所有人全部都抓出来。我只问国民党一件事情：你们支不支持？你们支不支持？现在台湾大半中共渗透了个人，很好，支持啊。好，但是民众想问，为什么这么多已经渗透到民进党里面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立法院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情？立法委员附中要报备，国民党要一直挡。我告诉你，我们被渗透的人里面有没有可能有立法委员？有可能啊，一起查。为什么立法委员不可能被渗透？对，那立法委员附中的审查，为什么这个法案在立法院讨论那么多次？国民党跟民众党占多数的立法院，居然不通过。你知道共谍的要件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国民党要认真回应，而且流出去。再来，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我在议会质询蒋万安，我问他说哪一个国家要消灭中华民国？我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邱卫邦将军
在4月1号开记者会，他有讲，他说有议员在议会问蒋万安这一题，蒋万安居然答不出来，没有答不出来。民进党跟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答得真好。国家来，没关系，你讲完了吗？你讲完了吗？来，往下。来，这一题。邱卫邦将军讲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我是在2年前质询蒋万安，蒋万安那时候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甚至我问了他2次，他居然给我比这样的动作，完全没有办法回答出来。所以邱卫邦将军认为国民党的首都市长没有办法回答出来，根本已经成为共产党的走狗。所以我在上个礼拜5借由我的质询时间，让蒋万安再回答一次。因为很简单，我认为蒋万安不是回答不出来。蒋万安在还没有当台北市市长之前，他曾经讲过什么？如果共济共建持续，老台双城论坛是不办的。对台湾有敌意的，他也曾经在立法院讲过，就是中共。但为什么当了市长之后，他居然讲不出来？所以我希望再给他一次讲清楚这一件事情。但没有想到他讲的是共产党跟民进党。我问了他是哪一个国家，他讲共产党跟民进党。共产党是哪一个国家？越南也有共产党啊，对不对？俄罗斯也有共产党啊，是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你为什么不敢讲？民进党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怎么会消灭中华民国？所以他似是而非，答而不问。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质询完之后，哦，真的这个铺天盖地，所有的统媒，然后就非常的一直的攻击我这样子。你知道这种攻击啊？刚林涛说什么？我 PTSD 我有受创症候群。我告诉你，没有，这就很像于将军被中国共产党点名要制裁是一样，这是一种荣耀，你知道吗？你觉得一个国家我们的敌人是谁，你都讲不出来。这样子的一个首都市长，未来要选台湾的总统，我只要问你嘛，你要选总统，如果你连谁要消灭中华民国都不知道，你就是敌我不分。你现在还帮蒋万安在那边美化，我实在不晓得到底。我这我要补充一点哈。中华民国现在在不在？在吧，就是我们嘛，不然我们选什么市议员，选什么立法委员？中华民国现在就在它的首都在台北，没有问题哈。那各位想想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在北京有一块牌子哦，中华民国结束，1949结束了。所以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毋庸置疑，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被它消灭，可是我们还在。那另外我讲。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一直要讲统一？不管合统武统，统一之后中华民国还在吗？统一以后中华民国就不在。那你说我们要统一它，我们要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是我们要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两个是势不两立的嘛，正邪不两立。我们是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邪。所以蒋万安不敢说我们的敌人或是要消灭我们的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告诉你，不但是。而且在毛泽东、在习近平的眼中，他们已经消灭了中华民国，他们认为是现在进行时，我们不承认，我们绝不承认。2件事情哈，就是说基本上呢，蒋万安也不是只有讲民进党，他也讲共产党，这2个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因且他的理论是什么？哪一个共产党？他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内政部刘世芳说，赖总统啊，台湾国的主人呐，台湾国啊，要消灭中华民国。所以蒋万安的论述很清楚。第二。如果一个政党他一天到晚在讲说我反共，然后贴别人亲中卖台，然后我抗中保台，结果竟然共谍通通在你里面，哇塞，台湾民众会吓死了！你原来你的反共讲一讲，为什么从总统府到外交部到这个民进党中，通通都是2025的台湾？你还在跟我讲以前讲2蒋时期的这些查共谍，笑死人了！现在中华民国民主自由的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像以前兵凶战危对着这个中共过来的这种高压，现在民主台湾竟然从总统府到党到外交部，通通是共谍，你接受吗？我先回应一件事情啦。那一天我质询的时候，蒋万安因为国家回答不出来，他后来一直跳针，然后就一直如刚刚林涛所说的啊，把说什么共谍都在你们什么总统府啦哪里啦，然后你们内政部部长还讲说什么赖清德未来会是台湾的主人。今天内政部部长刘世芳特别的讲，他在宣讲会上面他讲的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他从来没有讲过赖清德是台湾的主人，所以首都市长蒋万安公然造谣，而他公然造谣的原因是因为他讲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他今天讲的是说，我回答的是共产党啊，我讲的呢跟卓荣泰是一样的。但卓荣泰院长的前提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要消灭我们，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但蒋万安，你身为一个首都市长，甚至被认为是国民党未来要选台湾总统的人，你居然连哪一个国家要消灭中华民国你都分不清楚，你选什么总统？来，范老师，我觉得蒋万安他那天在立法院的论述。在台北市议会在台北市，对，在台北市议会的论述，其实就是马英九那一套了，就是所谓的宪法一中了，就是中华民国主权涵盖于整个中国大陆，连蒙古都算哦。就是所谓的宪法一中嘛，就是中华民国主权涵盖于整个中国大陆，连蒙古都算哦。然后呢，台湾只有治权，就他的想法是这样嘛，所以他不能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中华民国才是正奏，还是正朔，不能够承认 PROC，所以未来应该说今年嘛，蒋万安可能要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他说我要到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上海访问，要这样讲嘛，因为我的领土嘛，问题是这个是一种。我觉得这是这种法将的说法，一般台湾民众不会相信，而且这会落入一个什么圈套？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它也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澎金马是它一部分，就会变成主权重叠嘛。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我觉得蒋万安他今天这样讲，对他未来要选总统，我觉得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赖清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对等的。所以我觉得他今天。不去面对这个问题，未来就一定会被批评。然后他说谁消灭中华民国？他说共产党，他说民进党。问题是赖清德当总统嘞，民进党当总统当几年了？小英8年，阿扁8年就16年，加赖清德17年了，未来可能快20年了。中华民国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啊！所以他说民进党在养共谍，这个逻辑很怪嘛。那这样蒋介石是不是也养共谍？你拿走有那么多共谍？所以民进党当然没有养共谍嘛，那而且我觉得今天蒋万安应该要骂中国，你为什么派共谍来？你不是说民进党在养他们嘛，是你要渗透进来。不过这整个共谍的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当然呢，包括现在的司法机构在查这些。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刚讲到大罢免的整个氛围，跟这些是不是包括川普的关税啦，这些是不是都环环相扣？可是今天最新的数字是35-15，因为绿营宜兰的陈俊也审查过了嘛，所以是35-15。但任俊是那个氛围，二阶过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罗志祥其实前一阵子其实算蛮低调的，但是当罢团，因为罢团已经第一个公布是罗志祥过，然后接下来你刚刚有念有4个过嘛，对不对？罗志祥最近的氛围跟那个时候二阶还在联署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氛围一定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当然他讲说来吧，正面迎战，然后正面迎战完了以后，然后接下来呢，当然因为照法令的规定，罢免不能够募款，所以罗志祥、巧芯现在大概都是要卖锅卖碗，就是所有的相关的存款用完了，当然只能用这样一些方式。那苏培好像有考 C 了几句，罗志祥就说要告你们对5年OK。上一个要告我的，现在在土城看守所。好，所以现在进了3阶以后，你会发现整个氛围批变，大家就直接开始对干。因为2阶基本上进来之后，就是大家火车对撞。对，尤其你看这2天。因为也不是这2天啦，因为大概这1个月哦，它包含执政党的民进党跟国民党，大家都到各地去宣讲啊。不过，因为今天刚好有个民调啦，呈现出来，就是说它那个整个赞成跟反对的比例，其实并没有跟上一次民调有大幅度的差距，不赞成好像还是比较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在今天2个政党用这种火车对撞，甚至到各地区宣讲的时候，没有改变这个比例啊。但是民调其实它同时也是呈现出来，就是说
赞成罢免的人，他愿意去付诸行动的那个的动能的比例大过于反对罢免。那这个当然对于被罢免方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就回答了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嘛，就说现在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去备战？我相信从今天罗志强的这个办公室主任被找去约谈完之后，罗志强不会再低调。他绝对不会再低调，不然他没有必要去跟苏培去杠这个什么有钱跟没钱嘛。对啊，因为之前就是传说这个他要出一本书嘛。我们讲政治人物出书也很正常，特别是要选总统跟选市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出本书。但很少就是陈平时期没事要出一本书，告诉大家说我在立委做了多少事情。我印象中政治人物出的还蛮少的就是针对立委自己所干的事情，而且他的立委的这个资历就1年了，对啊，所以他是不是要筹这个募款来讲不知道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确实公开讲说他这个因为被罢免嘛，他又不能够又募款又不能干嘛，所以没有钱，这个老实讲也很少，也很少见，就是说通常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罗志强当然是希望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些的说法，包含到今天他的人，因为老实讲他的办公室主任会被调查坊间有不同的说法。因为第一个，罗志强是担任被罢免人，他是一个被罢免的身份，理论上要造假什么什么跟他也无关，所以是有传说是不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是不是有去帮忙其他的罢团做空战还是怎样，所以呢才在这一波里面呢，事实上也找去，还是他其实有另外的案子，因为罗志强的说法很特别，他说呢他有接获到呢这个知情人士跟他说，可能会先从小案开始。然后呢，从小案往外面去延伸其他的大案。那罗志强也没有明讲说为什么他的办公室主任被带走的这个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就讲传言非常多但现在看起来确实，你说为什么在这个什么共谍不共谍的这件事情，大家要开始在另起炉灶。国民党他在这个阶段里面试图想要去做一个逆转式的操作，就是说你不要再骂我什么共谍了，你打嘛2个龟啊嘿。那然后呢？就说你们被国民党被质疑是你们这些有权利的人自己本身可能会干这个事。OK， 跟这一些人莫名其妙被派了一个人，我潜伏在将军身边，我就装成他这个什么都，然后我就偷看他在写什么，然后我就出去跟人家讲，这个状况不一样啊，这个跟将军自己拿出去跟人家讲，这个完全差很大嘛所以我觉得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尤其这个绿营的现在又您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宜兰的陈俊也多了一个，那这些可能对于这些当地的罢团来讲，他开始就会立即更积极的去运作，能不能达到这一块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顺利说2阶的联署的门槛进来了然后后面进入到3阶不知道，但是现在看起来所有进入到2阶的人，大概都会抱一个想法，就是等着战3阶嘛。所以二阶过了以后就没有冷战的一个权利啊，尤其如果区域多的话，你未来大概可以看得到。那大家现在都在看说2阶，那因为现在是蓝营的委员呢，已经2阶过的，因为算时间嘛，因为先启动。大概算的时间呢，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罢团都已经先宣布了这些。那接下来呢，那绿营的委员会不会也会有这些？那未来如果真的都有过，那到了整个投票的那个时候，整个国内的氛围又会怎么样？那包括国际的一些事件，像譬如这次川普帮的一个突然蹦的一声雷，然后弄了一个关税的事，大家那时候就在讲，对于国内所谓的罢团在联署的冲刺的后面这个阶段，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上礼拜1卖不掉股票，上礼拜4买不到股票，到现在股票涨跌，慧珍是，我只能确定一件事，对，就是川普他的变。就是唯一整件事情不会变的一件事。对，他现在还在变吗？是，因为那个半导体前2天说豁免，对，然后他又出来跟你讲那是个假新闻，然后到底有没有这个新闻？我跟你讲，现在那个商务部长已经出来讲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半导体这个部分快的话，大概2-3周之后就应该会相关的课税。他说呢，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些晶片全部都希望变成是在美国回到美国这边生产。所以看起来半导体课税是肯定的，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课多少又是大关系。我跟你讲，现在有外传所以有3个剧本这3个剧本我看了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啦。以身为一个台积电的股民来讲，我是讲说你写的没有第4种可能吗？可他们熊起来嘛，何必这样，对不对？第一个，他就说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课税？这个要多少？他说一种可能性是用以所谓大水库理论，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公司，它占全世界的这一个半导体的生产的一个比例，再扣掉我们美国的比例，然后呢之间的差额，然后来课税。
那你就直接说台积电税就好了。对啊，那个我们最伤啊。哎，对，超级伤。对，全世界几乎大概有多少比例都在我们如果是以先进制程，大概7奈米以下应该是90%吧，所以增效，这个叫台积电条款，好不好？就根本就是你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就有歹就说清楚，不要这样，好不好？但是这个当然人家也是说有点太极端了，而且事实上说一句实在话，今天不是我们台积电硬要卖你呢，今天写的一直搞温位呢，是啊，对啊，你哪是恭喜在啦，其实你哪是有在掉卖搞温位，我们去卖去欧洲，人家德国也很喜欢啊，对不对？所以但当然我们是台湾讲一讲啦哈，不要翻译成英文。所以就代表着就是说，事实上啊，这个当然这个晶片的东西哦，其实互利互惠啦。对啊，那他们当然也可能是做一个表态啦哈，只是这样。第二个剧本就是说，有可能是用什么？就是说你所有进口我美国这边的一个产品啊，晶片，那他会克，就是说好，你进来我就克，你进来我就克。那这样的话，就有用到晶片的，对，有用到进来就克。但是有人就说，那你这样不是就是等于是惩罚他们的客户嘛？这样的话就有用到晶片的，对，有用到进来就克。但是有人就说，那你这样不是就是等于是惩罚他们的客户嘛？比如说，如果是鸿海在组装的啊，你不是就惩罚鸿海吗？人家鸿海是响应你美国政策，在美国投资，结果你到最后是变成你只要进口晶片了，你都要惩罚，不是到时候惩罚他们？那你到底人家也会觉得怪嘛？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还有怎么一种可能，就是说，那搞不好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就定一个，比如说就10%或20%。那这个在我们听起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符合啦，就是说定一个像现在所有的人不分国家就直接用10%，这个听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听起来是比较不痛的啦。那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事实上，台湾现在政府其实努力跟他们在协调的是有一些就讲嘛，就几个嘛。西产地，事实上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西产地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陈玉珍委员现在不是说要把这个金门对自贸区，对，其实这个时间点，其实这种东西好像有一点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啦。你就知道现在啊，美国在查奇产地这件事情，而且美国为什么要对越南、柬埔寨课征4.8%关税，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多的中国工厂是迁到那边去，或者台湾的工厂迁到那边去，然后事实上从中国进了很多原料，然后最后再卖到美国去，所以他认为你们这2个国家已经变成协助帮中国在进行洗产地的行为，所以他才会惩罚你们嘛。你看现在因为他们惩罚他们，对不对？今天习近平11号啊，11号到14号，习近平飞到这个越南跟柬埔寨要进行相关的。其实我跟你讲，所以你就从这个动作你就知道，你美国你现在要打我，那我中国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我们互惠，我们互利，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也拉帮结派，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川普他所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会讲得很凶，弄得很凶，但他最后会有一个，对不对？好，会开个巧门。那有人是我们讲开个巧门是让我们方便逃生，但他不可能嘛。他巧门是什么？有人说他是为了炒股，就有人这样说嘛，说什么？他不是说现在是买股票最好时间，还有什么 DJT 啊，对不对？就是 Donald Trump， 就是说，就像是我说哇，现在是买股票的好时机，然后后面写2330，不是你不是就是好像一直在报名牌的意思吗？后来被人家发现，好像那个期证真的也在那个时间点有大幅的波动，所以他们就说有人是在那个，他们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他们买的这个期证明天就过期了。就没有想到，就是那个500普尔标准500那个它的一个期证，明天就过期了。但今天突然有人大买10万美元，结果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暴涨暴跌的情况，结果他说获利2100万，对，2100%，10万美元直接就变成几千万，2100万，对啊，就吓死人了。你就不认识川普啊？所以你知道，没有，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加入。他们说不用看任何投顾资料，你就看每天川普他的这个社群的贴文，然后从里面找出蛛丝马迹。这是大概跟我们以前那个远古时代在玩6合彩有点关系。就是开始去庙里面拜拜。不是总统怎么会讲？大家没有办法理解总统怎么会讲这样的一些的内容。照理来说，你不会去讲任何有关这样，而他是讲完以后。他还津津乐道，对，他还讲这个朋友一天赚了25亿美金，对，然后另外好像赚8亿美金吧。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是狂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不是很那个稳定、不可预测性，大家都知道。可是他就选赢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有这样的。而且第二件事情，你看全世界，大家谁上哪一个国家没美债？我们还有7、8成，谁手上没美元？大家都有，个人都有，连我也都没有。所以他有一种程度，就是说，那我就写你保拍掉，好，那。比如说1985年那一次的广场协议，到最后他不是也是把国家分成是友善国家、敌对国家跟中立国家？那所谓的友善国家什么？保护费多缴一点啊，然后就变成是我们可以驻军在你那个国家里面，可是你要每年多少额度？所以日本，你看日本这次也被课关税，结果日本他不仅说，听说啦，日本之前有处分一些美债，后来被抓到，而且日本他们自己的官员出来说，我们没有大规模要处分美债的一个计划。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不是双方互惠友好？然后现在美国又加强说，那个保护费要多缴一点。那么日本也是严议评估当中。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台湾可以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洗产地这件事情，你就是遵守它的规则。那第二个就是排除所谓的非关税的贸易的一个障碍。那还有关税的本身的贸易障碍，比如美国车这些是不是进口车可以调降？这一些我觉得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相关的筹码。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一致对外，不要有人还要想说在金门弄一个所谓的什么特区，然后特区到最后就被人家发现说你金马变洗产地国家，所以变成45%，那不是更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美中直接在这件事情上面对干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那个关税都已经拉到这边是145，那边是125，对，好，现在这几天以后，专家告诉你才知道，其实那些数字都没有意义了，好不好？因为那你东西都卖不掉，大家就各自玩自己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吗？现在大家唯一在看的就是哪一边，狭路相逢勇者胜，哪一边会把方向盘先转弯，还是大家真的要直接对撞，真的会这个样，或是哪一边里面内部的压力会撑不住？然后谁会先妥协？好，如果这样来，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刚刚讲到，那习近平也要去出访，他也做这些，那但是大家都在讲，川普下这么大的重手，就是对着老共啦。不是吗？基本上是对着老共，因为在他的这个贸易的总顾问 Peter Navarro 里面，在2025的 Heritage Foundation 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他觉得中国的制造业是偷走了美国制造业，所以美国制造业回去。那但是他第二个针对不管是欧盟或是台湾跟印度，他这个贸易顺差就是逆差过大的一些国家，他有拿出来分析。所以其实川普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他会今天跟明天不一样，那明天一样之后，后天又更不一样，就是它是变动的。它变动有2件事情，第一个，刚才日本的石破茂首相出来讲，他说他们日本他不先做一个重大让步，他看你在玩什么嘛？因为到底怎么办？现在10%他还有汽车关税啊，这个关税变来变去，对于全球的经济，特别是美债的波动是会很大的影响。现在20年的美债已经4.9多了。那个对美国的融资成本是有压力的，所以这个整体的金融会有影响。第二个一个重点，因为现在他对于半导体不是讲关税，他是引用贸易扩张法的232条，这是什么？这是赋予美国总统他有一个权利，我不用受到国会的批准，他只要觉得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他觉得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在外面。他就觉得有影响到美国安全，你就要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为什么讲说半导体关税还剉咧蛋？因为还没有决定嘛。你这个所有的半导体供应链还没有回到美国本土，所以这是剉咧蛋。所以你这也可以看到，就算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数字，你说125也好，145也好。他就是对着你中国干嘛？他就觉得说，你今天中国把这个制造业跟这个美国要移回美国，这才是重振他的经济。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他最终，他在这个短期内，他希望第一个。融资的成本在美债的部分可以降低，因为你的投资如果往下降的话 ，GDP 的预测就会往下，那Fed就可能会降息，那Fed一降息之后呢，它美债的融资成本就会降低。第二个，所有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一定要回到美国做一个制造。第三个，他希望。这个关税迫使有一些产油国让它的产出更高，让它通膨往下降。这个林林总总就是美国，他今天只想到自己的经济。
让它通膨往下降。这个林总总就是美国，他今天只想到自己的经济。范老师，您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这一整波这么高强度的进驻之下，你觉得中国可以撑得住吗？另外，今天这2天媒体有一篇的报道是在讲说，当美中之间在关税战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老共是不是转而可能会对我们做出更多的军事施压的一些动作？会不会讲？对，的确就是说，美国已经上礼拜5就是145%应该说礼拜4啦，给中国，那中国也反了，给125嘛，那看起来川普并没有再继续跟下去哦，因为我觉得再跟下去也没有意义了。那目前看起来对中国的经济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以出口为主嘛，特别是美国是它重要的市场，大家看到了，像义乌这个地方，浙江义乌，它一向是这个。美国圣诞节重要的这些像圣诞树啦、圣诞礼品的一个出口吧，他们现在生意都没有着落了，所以对中国来讲，经济上是雪上加霜。那另外呢，政治上呢，你看，包含中共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何卫东，对，据了解已经被抓了，那军委会是中共最高的军事的决策单位嘛，主席是习近平，那副主席被抓。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媒体上面报道，这是中共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对，第2号军委会副主席被这样处理，被处理从来没有过嘛。那你说那个之前当然了，像什么李尚福那是国防部长，他也是军委会的委员嘛，魏凤和也是嘛，但是没有更高的这是有的。那另外整个火箭军几乎被全部端掉了嘛，历届的这个，因为火箭军是习近平从2炮部队他上台之后把它改编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每一个火箭军司令都被抓。那这怎么打仗呢？所以我觉得加上他的那个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他的儿子据了解也被抓了。本来说蔡奇也被抓了，但是今天看到的是蔡奇陪同习近平到越南去访问。那随团人还有谁？还有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这很奇怪，因为公安部是属于国内政治、国内治安啊，搞什么？习近平面临到中美的关税战。面临到国内的这个失业问题，面临到整个高层的权力斗争，面临到军方的军心不稳，他是担心的，所以他必须要找王小洪陪他去越南。所以我觉得，但是他去越南这次，当然我看到今天越南是给他高规格的接待，但是有可能说我越南跟你这个中国一起来对抗美国吗？这个关税战的问题不可能嘛，因为越南是第一个跟美国表态。对呀，而且越南本来是46% 的关税啊，现在变10% 啊。那他接下来去柬埔寨，柬埔寨本来是49%呢。现在变10% 啊！所以他们现在还感谢川普所以不可能再在中国对嘛。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本来是想要把这些被美国制裁的这些这关税国家全部拉到我中国队来，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当然礼节上当然会欢迎你，可是实际上是很困难。所以为什么最近也发生，就是说据了解就是他们的这个胡春华又出现了。因为胡春华是团派。胡春华为什么？因为他当过共青团的团第1书记。这个位置谁当过？胡锦涛。那胡春华也是胡锦涛一路提拔的，但是呢，胡春华在2009年担任过内蒙古的书记，一直到2012年，后来又接任广东省委书记，那是很大的。OK， 广东省委书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继续干到2017年，后来接任副总理，副总理到2023年。那原本以为他会变总理啊，但是没有，他后来去当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个冷衙门嘛，就是权位很高，位置很高，叫副国级，可是没有权力嘛，所以就认为说习近平是打击胡春华。那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团派还有谁？李克强，那李克强英年早逝嘛，所以大家认为说团派几乎团灭了。那这个时候胡春华出来，是不是习近平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去跟胡锦涛或者胡派做个妥协？现在连媒体都在介绍胡春华的故乡叫西藏林芝这个地方。忽然都在介绍他的故乡多美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想要拉拢团派来维持他政权的稳定。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在国内，当川普那时候一开始公布关税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国内引起有一些的论证。那包括有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朋友，像赵少康啊或什么，他们有提到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再密切接？光就这件后来陈玉珍委员有提自贸区啊，类似这样。来，苏佩林涛2位各1分钟。你觉得这些对我们国内来讲，民党很多朋友说，怎么会在这时候提这样一些馊主意或者什么？你们觉得这是把台湾往死里拖吗？
川普的关税贸易其实要打击的就是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受益最多的就是中国，他现在要把中国从全球化里面拿到的利益拿回去美国嘛。那在这个时间，你如果跟中国站在一起，你一定是不是就是被制裁的对象？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谁？看到的是越南，越南的最大出口国就是美国。他为什么在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我跟你用从零关税谈？美国跟你讲说，我不只要跟你谈这个啦，我更要跟你谈的是西产地的问题。请问陈玉珍委员去提所谓的这个离岛这个区域所谓的这个自由贸易示范区，然后而且还要授权离岛去订定管理办法。是不是就会让美国认为说，台湾在所谓的中国洗产地这一件事情，不打算跟美国站在一起？而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在关税上面是不是又会受到美国制裁？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但我觉得国民党的朋友好像没有在理这一件事情，这个。陈玉珍的提案到现在，国民党完全没有要否认哦，而且也没有要停止哦。第二个部分，你知道国民党在朱立伦带领的15个县市首长出来，他处理关税这个问题，第一个时间是说全部发1万块了，那1万块到底从哪里来没有讲。第二个是说，那我们就开放这个中国旅客来台湾，我觉得这真的是创世界之举，全世界针对于川普的关税全部都受损，有哪一个国家说我们因为美国要给我们科关税，我们开放中国旅客来我就国家旅游，没有，只有台湾。而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搞不懂。这只会让台湾绑更紧。简书培大概没有看这个现场的，因为我在现场当然4大主张包括这2000亿的这个纾困方案，第3次的出口地带，还有把国安基金要整个规模来加倍2到3倍，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全球的一个布局，跟照顾产业、照顾劳工的做法。简书培只看到他想要看到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4大主张嘛，4大对策，请去上网看一下4大对策。第二个呢，刚才提到陈玉珍，其实陈玉珍这个离岛的条例，他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以现在金门的我们讲两岸的通商港，而不是国际港的话，它确实是适用离岛的建设条例。那他也说，那如果说大家有疑虑，不想多这个去修正离岛的建设条例，那没关系，可不可以金门比照现在有的7个自贸港，用自贸条例，然后成为第8个自贸条例？自贸条例就是现在所有的自贸港在做的事情。如果现在7个自贸港都叫洗产地的话，那总不是这样讲了嘛。所以只是让金门来加1。所以我觉得政策的讨论没有必要讲说他提出这个条例的修正，为了金门好，为了金门的发展，就要把它抹红，就要把它就贴这种标签。我觉得大可不必。会不会出现多一个刚才洗产地？虽然你有解释一下说国内还有其他几个自贸港，但是因为金门比较特殊一些，但是它这样子会不会引起刚刚讲洗产地的疑虑？然后美国对我们更加，还有另外一段是。那陆客的这一块，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苏培刚才讲说，这跟所谓的制不制裁或什么，感觉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我们希望台湾的这个旅游是开放给全球的，就像我们周遭的国家也都是要日本啊，这个相关国家大家都是开放给全球，这是一个希望台湾赚钱的一个主张。第二个呢，我讲说，其实很简单，如果大家对于离岛建设条例有疑虑的话，那我们就比照让金门做一个自贸条例，这样子全部都解决了。来，最后30秒，我回应一下，中国的对观光客的管理从来就不是自由市场，就是政治。他要不要开放让中国的旅客来台湾，就是政治控制。所以你现在处理中国旅客来台这件事情，就是向中国输成嘛。第二个部分。金门啊，其实它本身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你把它变成一个自由贸易示范区的时候，你知道吗？台湾不可能把货送到金门去嘛，谁会把货送到金门来？就是中国啊！这件事情。难道国民党听不懂吗？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夸张。金门人哪没有产业？不是。好，那我告诉你，金门的产业需要用到一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示范区吗？OK， 未来这几件的事情，当然你看到。对，川普对于关税的事情真的变来变去的，你不知道最后定案到底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谈判已经开始在进行当中。那未来定案会是怎么样？尤其惠珍特别在乎的未来半导体的那个关税的税率到底又会是怎么样？会牵动到所有全世界的一些脉动。当然，更直接影响的会不会包括国内整体的氛围，包括对于大罢免，不管是哪一个阵营之间的罢免的进行，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
不止拭目，可能要屏息以待。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